他喜欢喝37度的咖啡，女人就毫不犹豫将滚烫的杯子放在胸前物理降温。他讨厌吃火龙果油籽，女人挑了3天3夜，眼睛流血，却没有丝毫的怨言。然而他却因心机女一句漏洞百出的谎言，毅然决然挂掉女人求救的电话。当杀人魔高高举着斧头劈下，唐心绝望地闭上了眼，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如果能重活一次，女人决定再也不要爱上傅寒舟。下一秒，她的脑袋360度旋转，惊恐的眼睛死死瞪大。再睁开眼，唐心看到漫天大雪下，傅寒舟亲吻苏婉月，他的大儿子傅小司在一旁兴奋鼓掌。太好了，婉月阿姨终于要当我妈妈了，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坏妈妈。唐心愣在原地，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扭头就想吐。那是他难产差点豁出命才生下来的儿子，现在却向着傅寒舟的白月光，他的心死死揪紧，痛到麻木。然而令他更没想到的是，此时傅寒舟从兜里拿出钻戒，虔诚跪在地上求婚。婉月，等你生下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就结婚。这就是她爱了10年的男人和她的闺蜜苏婉月。傅寒舟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她疯了一样咆哮着想阻止这一切，可身体却穿透了他们。怎么会这样？唐心震惊瞪大了双眼，愣愣地看着半透明的身体。我成了灵魂。是啊，我已经死了，死后却成了阿飘，看着他们浓情蜜意。他们早在婚内出轨，苏婉月怀了傅寒舟的孩子，那为什么让我灵魂跟着他？难道我还不够惨吗？老天爷还要我死不安宁？滚烫的泪水落下，他想擦眼泪，却发现自己没有手。爸爸，我饿了。傅小司拉着傅寒舟的袖子撒娇，傅寒舟摸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：“我让你妈回家做饭，今天是婉月生日，婉月你想吃什么？”苏婉月笑着说不挑食。唐心看着他拿出手机打电话，在他眼底，他只是一个解决吃喝的免费保姆。如果不是儿子饿了，他会想起这个已经死掉了的人吗？爸爸，那个坏妈妈还不接电话，等我回去给她一点颜色瞧瞧，让她知道我的厉害。傅小司眼里满是戾气，傅寒舟眉头死死拧紧，电话一直没人接。5年来，他的生命里只有傅寒舟，他的一切他都放在心尖上，从来不会让他等电话，今天却格外异样。傅寒舟似乎察觉到一点不对劲，挂断手机。婉月，刚才唐心说他在后山，你跟小司先回家，他打算去找我了吗？如果他现在赶过去，一定能看到我的尸体，看到杀害我的真凶。唐心很兴奋。苏婉月刚刚看了一条短信，脸色苍白心虚地说：“寒舟哥哥，你别走，我肚子疼。”傅寒舟不放心，唐心从没不接我电话，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。苏婉月闻言，整个人摇摇欲坠倒在地上，父子2个焦急围过去，生怕苏婉月有个闪失。傅寒舟一见到苏婉月昏迷，立刻把找唐心的事抛之脑后，他既生气又难过。傅寒舟，你别走！唐心伸手拉住他的手腕，不想他的手穿透他的身体，他想让傅寒舟回头找他，在他看不到的角度。唐心看到苏婉月得逞的笑容格外刺眼，父子俩一前一后上了车，朝着医院方向开去。唐心的灵魂也被迫跟在傅寒舟坐在一辆车上。医院病房内，苏婉月半夜醒来，寒舟哥哥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苏婉月佯装无辜，你刚才晕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苏婉月可怜地说，是过度贫血。一提起这件事，傅寒舟就气，当年要不是唐心私自扣下我给你500万生活费，你也不至于在国外孤身一人，一边打工一边读书。唐心拳头握紧，当年傅寒舟送给苏婉月的卡是被婆婆扣下的，傅寒舟觉得是唐心因妒生恨，见不得苏婉月好才扣留银行卡的。寒舟哥哥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惹姐姐生气的。傅寒舟长叹一口气，是他无理取闹。说话间，一通电话打进来，傅寒舟接通电话，电话彼端传来声音：“你好，傅先生，我们是江城警局的工作人员，刚刚有人前来报案，拿的是你妻子唐心用过的限量级包包，上面有血迹，里面有你妻子身份证，请你来警局一趟。”他竟然闹到警察局了，他眼底泛着冷光，我都死了，他竟然觉得我在胡闹。傅先生，有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捡到包，上面有血迹和身份证，我们怀疑唐心女士发生了意外。傅寒舟脸色一黑，不用浪费警力了，离家出走是他一贯的手段，这次扔包涂上番茄酱，就是为了让我去找他，用不着管他，闹几天他就会回来。刑警愣住了，没想到丈夫竟然会对妻子的生死这么不在意。看着包上血迹，刑警坚持让傅寒舟来警局，保险起见，你来警局我们需要做 DNA 鉴定，上面是人血不是番茄酱。傅寒舟愣住了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唐心看着遍体鳞伤的刀口，那是他死前被绑匪放干血液，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却无能为力的感觉，即使现在死了，他也感到恐惧。傅寒舟去医院时，他的灵魂也跟着去了。刑警拿出沾满血迹的包包，跟来的苏婉月吓得脸色苍白，他目瞪口呆。寒舟，这个包真的是姐姐的？她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不会是她的恶作剧吧？傅寒舟心底那点愧疚，听到恶作剧瞬间消散，他居高临下的冷笑，这不是他的包，唐心爱包如命，这个包被划了这么多刀痕，肯定不是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傅先生，包里有唐小姐的身份证，你不会认错了吧？苏婉月依偎在傅寒舟怀里，柔柔弱弱地说，会不会是你送我一样的包包？姐姐知道了，于是生气地丢掉了。刑警讥笑，这些有钱人玩的花啊，放不下家里乖的，拒绝不了外面骚的。唐心自嘲一笑，这个包包是他求了傅寒舟3年，他才愿意送给他唯一的生日礼物，他爱他如命，他送的包自然爱屋及乌。不想在他眼里，唐心却成了拜金女。此时法医拿着鉴定报告走过来，不好意思傅先生， DNA 鉴定包上血液确实不是唐心的。傅寒舟本想拿身份证带回去，刑警目光打量跟他关系亲密的苏婉月问，傅先生，唐小姐真的是你妻子吗？傅寒舟眉心一皱，本想去拿身份证的手也顿住了，妻子，他还不配，不配，他竟然说我不配。唐心的脸上像是被狠狠扇了一耳光，火辣辣的疼。刑警皱了皱眉，看着一脸茶味的苏婉月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小三小姐，请问昨晚你跟谁在一起？有谁可以替你作证？苏婉月浑身发抖的躲在傅寒舟身后。寒舟，
州，我头好痛。傅寒州脸色瞬间变了，扫了一眼身份证，冷淡地说：昨晚我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不会怀疑是婉月杀人吧？唐心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说不定这一切都是她设计的，大家都被她骗了。傅寒州觉得是她设计了这一切。唐心苦涩一笑：我都死了，我怎么设计这一切？我为她生儿育女，学习做好一个妻子，5年的付出啊，却换来一句不配。傅寒州给唐心打电话，依旧没人接，他脸色阴冷。唐心，我看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寒州哥哥，姐姐一定是太在意你了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你不要生姐姐的气，这个时间她可能都睡着了，所以才没接你电话。傅寒州长叹一声，他要有你一半乖巧就好了。明天是小厮生日，他一定会出现。呵呵，唐心忍不住笑了，一个死人怎么会出席生日宴呢？第二天清晨，傅寒州带着盛装出席的苏婉月出席傅小厮的生日宴，一进门就跟傅老爷子打了个照面。苏婉月甜美一笑：爷爷，我是苏婉月，寒州哥哥未来的妻子，小厮未来的母亲。傅老爷子脸色铁青，挥起拐杖就砸在傅寒州背上。孽障，这个时间不去找你老婆，还把小三带回家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唐心失踪的事一夜之间在上流社会传开了，傅老爷子多少有些耳闻。父母惊恐失色，挡在傅寒州面前：爸，唐心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天天拈酸吃醋，丢进我傅家颜面。我心里的儿媳妇只有婉月。苏婉月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：傅爷爷，我跟寒州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求你成全我们吧。父母拉着苏婉月：婉月，你肚子里怀着我们傅家的长子嫡孙，可不能跪啊！快起来！父母把苏婉月当成了心肝宝贝儿，生怕摔着碰着，金贵的不得了。傅老爷子气得脑仁疼：孽障，平常你想玩女人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还把小三往家里带，你这个蠢货，你这是要逼走星星，宠妾灭妻啊！小星星都好久没来看我这个老头子了，都怪你这个孽障！傅老爷子越说越气，拐杖像暴雨般砸在傅寒州腿上。傅寒州脸色微愣：爷爷，你意思是唐心到现在还没回来？废话，要不是你带着小三出双入对，小星星怎么会气得不回家？你这个孽障，一提这个我就来气。说着，傅老爷子又是几个棍棒落下。傅寒州脸上微白，眼底出现一丝慌乱。怎么可能呢？他那么在意我，在意小厮。傅老爷子气得不想说话，吹胡子瞪眼睛。难道他真的出事了？不可能，前天晚上我们还通了电话。傅寒州的脸色终于有了变化，他开始不确定唐心是不是出事了。傅寒州点燃了一根烟，满面愁容地走向宅子门口。此时刑警走了过来，脸色严肃地说道：傅先生，关于唐小姐失踪案，我们有了新的进展。傅寒州愣了下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包包夹层发现被剁的10根手指头，还有唐小姐的 DNA 鉴定。傅寒州脸色一白，一旁的苏婉月不在意地说：说不定又是姐姐的恶作剧，她之前情人节故意装自杀、自残、上吊、跳楼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刑警看向她：你是苏婉月，唐心的闺蜜。我们上学时她还带人霸凌我，推我下楼，导致我错失成为舞蹈家的机会。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欺负弱小。警察同志，你不要被她骗了。星星红着眼摇头，她说的这些都不是我干的，她口中的被人校园霸凌、推人下楼、摔断腿的明明是我，她在撒谎。可惜不管她怎么大声解释，刑警都听不到。刑警瞥了她一眼，严肃地说：你说的这些跟本案无关，请不要打扰我跟家属谈话。苏婉月被对的脸色又青又红。刑警说：傅先生，根据我们提取 DNA 鉴定结果，这10根手指头确实沾满了唐心的血液，我怀疑她已经死了。傅寒州瞳孔一震，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，他笑了。现在傅寒州应该相信他可能出事了，之前弃他如敝履，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你确定10根手指头都是唐心的？确定 DNA 鉴定不可能有假，一定又是姐姐的恶作剧。他要真死了，谁会杀他？何况他人现在找不到，可能他现在躲在哪里，故意看着大家为他着急，这是他惯用的伎俩。傅寒州认可他的想法，眼底升起些许光亮，只要没找到尸体，那他一定是故意失踪。没错，苏婉月用力点头，姐姐就是躲起来了，她那么惜命的人怎么可能出事？什么？那个赔钱货死了？那可太好了，我正愁他不离婚纠缠我儿子，死了正好。姗姗来迟的父母满脸笑容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，就差没敲锣打鼓了。刑警脸色凝重：傅夫人，你儿媳可能出事了，幸灾乐祸不合适吧？幸灾乐祸？我就是幸灾乐祸，怎么了？触犯哪条法律了？有本事你抓我啊！刑警眼底泛着怒色。此时傅小厮穿着黑色小西装跑了过来，漂亮的脸上同样幸灾乐祸，一双眼睛亮晶晶的。那个坏女人死了吗？耶，太好了，爸爸终于可以跟婉月阿姨结婚了，我马上就要有新妈妈了。唐心愣住了，灵魂止不住的发抖。这就是她发生车祸变成植物人，她精心照料为她端屎端尿的婆婆，还有她豁出性命生出来的儿子。看着他们，唐心只觉得可悲。像这种不下蛋的母鸡，死了最好，免得丢进我们傅家颜面。小厮跟奶奶进去切蛋糕。好爷！傅小厮欢喜雀跃，傅寒州却格外宁静，手边的烟头点了一个又一个。傅先生，你最后一次见唐小姐是什么时候？我听说她失踪那天晚上，你正给苏小姐买下整座直升飞机放玫瑰花语，她的消失太蹊跷了。傅寒州脸色难看，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她消失是我害的？就凭几根手指头就说她死了，说不定又是她的把戏。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。傅寒州抬脚就要走，刑警拦住他，严肃地说：你的妻子可能死了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她？傅寒州冷笑：要是她真死了，就叫她托梦给我。像她这种人死不足惜。傅寒州回到房间，他吸了会儿烟，目光无意间看到卧室里的婚照，一男一女甜蜜笑着，女人甜美的笑了，笑得跟蜜糖一样甜。那时候新婚，傅寒州还没有发现苏婉月卡里的钱被扣，他对唐心倒有几分真心。唐心本以为跟他会过完幸福一生，没想到他会提前丧命。傅寒州看着温馨的卧室，心里越发烦躁。他扯了扯领带，摁灭烟头，拨通唐心的号码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傅寒州烦躁想洗澡，竟然发现连自己的衣服找不到。平常都是唐心在伺候他的饮食起居，他不在了，他多少
少不适应。她越想越烦，给唐鑫发微信消息：唐鑫，我限你今晚滚回来，明早见不到你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发完，她开了一瓶罗曼蒂克。过了一会，微信传来消息：老公，我错了，我要出国旅游，给我发1000万，账户尾号4482。傅寒舟眉头一皱，唐鑫震惊看着自己的微信，竟然在发表情包，他懵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到底是谁用他的手机号给傅寒舟发消息？难道是凶手？如果傅寒舟现在定位，说不定可以定位到杀人犯现在的位置，可惜他没有。傅寒舟冷冷回了一句话：果然是你在作祟装死，你现在在哪里？赶紧滚回来！唐鑫笑了，一个死人怎么滚回来？从坟墓吗？可惜他连坟墓也没有。老公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有急事需要一大笔钱，转账1000万，尾号4482。傅寒舟气急反笑，他觉得屏幕那边的唐鑫在贪图他的钱财。你真看得起自己？1000万，你值这个价吗？唐鑫的微信从这之后再也没有发过消息，跟死了一样。不过傅寒舟没有察觉，他只是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。唐鑫真的又在恶作剧，他气得加班，一直加班到天亮。唐鑫的灵魂没有办法脱离他，他加班，他也被迫跟着加班。唐鑫真是感到无语，活着当牛马，死了还要当牛马。吐槽归吐槽，他感觉死了之后才看清自己错付了，他真是瞎了眼，竟然爱上一个渣男。天亮了，傅寒舟在办公室醒来，脑海里突然浮现昨晚跟唐鑫聊天的话语，眉头一拧，这个时间他应该乖乖回家了。唐鑫知道他口中的他就是指的是自己，可惜一个死人是回不了家的。到现在他还觉得唐鑫活着，昨晚的聊天记录让他深信是唐鑫把大家耍得团团转，毕竟断了手指头是不可能打字的。傅寒舟一回傅宅就问厨娘：夫人认错了吗？厨娘愣住了，夫人已经4天没回来了，先生您不晓得吗？傅寒舟上楼的脚步一僵，唐鑫苦涩一笑，他竟然觉得我回家了。父母抱着傅小司下楼吃早餐，一旁还跟着穿着睡衣的苏婉月。虽然她怀孕了，可穿着她的粉色睡衣却身姿曼妙，很是惹人注意。但她的注意力明显不在苏婉月身上，而是不停扫视宅子。她还没回来吗？父母听了不高兴，一边抱着傅小司喂饭，一边怒斥我不懂事，躲在外面4天了，孩子不带饭不足，家务没人扫，我的腰都快要断了，叫那个赔钱货回来2天，我快累死了。唐鑫冷笑，真是自作自受。当年父母虽然同意他进门，却立下规矩，整座富宅不请人打扫，一年4季洗衣做饭，生娃带娃都是他一个人。现在终于轮到父母尝尝滋味了。傅寒舟皱了皱眉，正打算拨通电话，一旁的苏婉月却脸色苍白：寒舟哥哥，我不知道姐姐对我敌意这么大，离家出走好几天，都怪我，我就不该来，我明天就坐飞机出国，再也不打扰你们生活。苏婉月边说边抽烟，可怜兮兮的。傅寒舟动容了，但这次他没有去安慰苏婉月，而是提前结束早餐。我吃完了，你们慢用。说完，傅寒舟走到花园，看到大片的向日葵，神情动容。向日葵，唐鑫最爱的花，看到花他仿佛想到唐鑫，鬼使神差的去看他们昨晚的聊天记录，依旧定格在你真看得起自己，1000万，你值这个价吗？他倒了一杯罗曼蒂克，脸色微醺，拿出手机打给公司程序员，查到了吗？程序员有些慌，傅总，我们查了一夜，夫人的定位昨晚在海边出现过一次，后来消失了。傅寒舟悬着的心落地，眼底闪过讥笑，果然是他惯用的手段。你们下班吧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程序员犹豫了会儿说，傅总，那片沙海很危险，一般人不会去，去年就有节目报道，这片海会吃人，他那么惜命的人不会真去的，等他闹够了就会回来认错的。傅寒舟挂了电话，手疲倦揉着眉心，他胃痛犯了。苏婉月端着醒酒汤上来，看着那碗醒酒汤，傅寒舟下意识皱眉，只有唐鑫知道，堂堂的傅总竟然怕苦，每次喝醒酒汤都要他用糖果哄他，这是唐鑫跟他之间的秘密。为什么是秘密？因为他不想在苏婉月面前丢了体面。傅寒舟神游了会儿，仿佛透过这碗汤在想念唐鑫。唐鑫笑了，一定是错觉，傅寒舟怎么会想他呢？在他身边时，他时时刻刻想的念的都是苏婉月。寒舟哥哥，我好想你啊，昨晚你有没有想我？苏婉月一放下醒酒汤，柔弱无骨的攀附在他身上。傅寒舟内心烦躁，喝了醒酒汤就回新房。苏婉月在傅寒舟关门刹那间钻了进去，一张我见犹怜的小脸浮现2朵红晕，娇羞的依偎在傅寒舟怀里。寒舟哥哥就在这里，就在你跟唐姐姐的新房里，要不是他，我才是你的太太。傅寒舟脸色微变，你越界了。寒舟哥哥，洞房花烛是迟早的事，不如就趁现在。苏婉月一边说，一边像一条蛇攀上傅寒舟的脖子。唐鑫的灵魂止不住发抖，苏婉月竟然想在我的新房里跟傅寒舟做这种事。苏婉月，我掐死你！唐鑫愤怒咆哮着，伸手去掐苏婉月的脖子，可他的手穿透她的身体。傅寒舟推开苏婉月，脸色一沉，婉月，适可而止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先回去睡吧。见傅寒舟真的生气了，苏婉月乖巧点头。随着卧室门关上，苏婉月乖巧的神情瞬间换上阴狠的笑容。门边的向日葵被他折断扔进垃圾桶，他讥笑一声，唐鑫啊唐鑫，除了我还有谁知道你死了？他面容扭曲，唐鑫清清楚楚听见他说的每一个字，是他，是苏婉月，他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唐鑫疯了一样扑过去，苏婉月却转身下楼，他的灵魂被限制在傅寒舟身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到自己的衣帽间，大摇大摆的试穿自己的衣服，戴上自己的珠宝。傅小司抱着玩偶，睡眼惺忪揉着眼睛，婉月阿姨，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睡觉？苏婉月佯装委屈的说，你妈妈离家出走好几天，闹得你爸心烦意乱，我跟你爸爸可能结不了婚了。傅小司一听这话就炸毛了，那个坏妈妈，我讨厌她，她最好死在外面。傅小司说这话气得咬牙切齿。唐
唐心感到一阵心寒，这就是她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。深夜，傅寒舟看着唐心定格的聊天记录，站在阳台点了一地的烟。天微微亮，傅寒舟接到傅老爷子的电话，电话里就是一阵咆哮：“臭小子，今晚回来一趟，你哥回来了。”傅寒舟眉心皱紧，唐心愣了下。傅廷霄是傅寒舟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傅氏集团真正的掌权人。传闻他性情残暴，六亲不认，是全球第一富豪。只是他行踪神秘，从没人见过他长什么样子。就连傅寒舟对傅廷霄这位大哥也是敬佩不已，不过更多的是嫉妒。有傅廷霄在的地方，他永远只是陪衬。唐心听说自己结婚那天，他之所以没回来，是出了车祸，瘸了一条腿，28岁至今单身，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能配得上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傅寒舟挂断电话，穿上白西装显得格外英俊潇洒。要是以前，唐心一定会为之尖叫，现在内心毫无波澜。傅寒舟出发去老宅，唐心的灵魂不由自主地跟在他身边，寸步不离。他长叹一口气，坐在后座上有点困了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唐心的灵魂被傅寒舟拉着走，朝着幽静的花园走去。大哥，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傅寒舟冰冷的嗓音让唐心打了个哆嗦，回神看向撑着黑金龙纹拐杖的男人，眼前的男人俊美如神，一双眼睛深邃若星辰大海，睥睨俯视着傅寒舟，他的气质冷傲，带着浑然天成的倨傲尊贵。看向傅寒舟，阴沉沉开口：“告诉你，你有资格过问我的行踪吗？”傅寒舟噎住了，对这位大哥又敬又惧。这么多年了，大哥一直不愿踏进傅家半步，今天为何破例？傅廷霄冷笑：“家燕，听说你跟老婆闹别扭，我看你并不着急妻子的下落。唐心为了争宠捏酸吃醋，我都习惯了，闹几天他就会乖乖回家。”傅廷霄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唐心愣了下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感觉傅廷霄心疼我，是我的错觉吗？能不闹吗？本以为嫁了个丈夫，没想到是个人渣。傅廷霄说出了唐心的心里话，唐心恨不能拍手称快，说得好，替我骂死他。大哥，你是不是喜欢唐心？傅寒舟咬牙切齿，青筋暴跳。唐心愣住了，傅廷霄喜欢我？怎么可能？傅廷霄懒懒看他，眼中满是讥笑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若有幸得到，真知惜之，而你却辜负他一番真心，简直就是人渣。傅廷霄撑着拐杖优雅从容离去，傅寒舟拳头紧握，胳膊上青筋根根凸起，他阴恻恻地说：“大哥，他喜欢的人是我，是我傅寒舟。”唐心明显看到傅廷霄的脚步一顿，他森寒的目光看向傅寒舟，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所以你更该死。他一边向前走，一边寒声冷笑：“你最好祈祷他没事，否则我要傅家鸡犬不宁。”傅寒舟浑身僵硬，脸上有点心虚，他下意识拿出手机，聊天记录依旧没有任何改变，他的眉心皱紧，内心越来越烦躁。他扯了扯领带，点燃一根烟，许久给唐心发了一条消息，最后撤回。他气得一拳砸在墙上，给唐心发了条语音，愤怒咆哮：“唐心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！”唐心笑了，一个死人怎么滚回来？现在的他恐怕尸体开始发臭了吧？10年前傅寒舟从海里救了他，被他救起后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忘记了一切。他告诉唐心是他救了他，未来他要用尽一生爱他护他，绝不让他受半分委屈。他信了。傅寒舟回去办公，直到第2天，唐心依旧没给他回消息，他开始坐不住了。他拼命给唐心打电话，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整整7天，唐心就像是消失了一样，没有任何动静。他慌了。傅寒舟开车在一家咖啡厅停下，一进门就找老板陈元。陈元扭头见到傅寒舟，脸色不好：“傅总，不用陪你的小三吗？唐心呢？叫他滚出来，躲躲藏藏。他无理取闹也该闹够了。唐心不是跟你在家吗？你不会告诉我，欣欣离家出走了吧？”陈元仿佛想到了什么，面色涨红：“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会好好待他，绝不让人欺负他，不会让他受半分委屈。你看看你现在都做了什么，你还有脸来找我？我打死你这个渣男！”陈元以前学过跆拳道，是黑带教练，动起手来绝不手软，一拳头砸在傅寒舟脸上。傅寒舟挂了彩，歪着头吐血，冷笑看向陈元，告诉唐心，如果他再不联系我，明天我就报警告你蓄意伤人。神经病！我忙开业1周了，我都1周没联系他了，你还敢来我这找人？他怎么嫁你这么个人渣？刚才打你一拳是轻的，反正你要告我，来，让老娘打死你这个负心汉薄情郎！傅寒舟见他脾气躁，半点心思藏不住。唐心没找过陈元，傅寒舟一下子懵了，出门时跟路人撞在一起，魂不守舍的离开了。唐心本想拥抱圆圆做最后的告别，不想傅寒舟走得太快，他的灵魂被他带走了。傅寒舟上了车，车厢里全是烟雾，模糊了他的俊脸，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许久，他摁灭烟头，决定给唐心打电话。突然车门打开，苏婉月像条泥鳅钻进他怀里，语气充满了控诉：“寒舟哥哥，你怎么在这？”傅寒舟欲言又止，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：“路过。”“你呢？”苏婉月拉着他撒娇：“寒舟哥哥，你前几天还说要参加我报名的设计大会，你不会忘了吧？”傅寒舟愣了下，他确实答应了，不过唐心失踪了好几天，我不放心。苏婉月委屈落泪，不高兴地背对傅寒舟：“我就知道，在寒舟哥哥心里，姐姐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从小就是没人要的可怜虫。”唐心从小受尽父母疼爱，无忧无虑，不像我为了生计东奔西跑。苏婉月撒娇卖惨，男人果然吃这一套。傅寒舟见她落泪，心疼得不得了，瞬间把刚才找唐心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他从后面抱住她，柔声哄着苏婉月：“好了，爱哭鬼，唐心这么大个人了，不会丢的，我先陪你去设计大会，宝宝不哭了。”傅寒舟哄苏婉月跟哄孩子似的，唐心苦笑，他对自己从来就没这么耐心，只要唐心跟苏婉月发生争执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将她定罪。苏婉月又是个会哭会闹的，不像他不哭不闹不争不抢，最后死了都没人知道。
傅寒舟陪苏婉月去设计大赛，这次设计大赛是国内各大专家举办的。苏婉月想要出人头地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。她是个孤儿，10岁就被唐鑫父母领回家成了养女。唐鑫跟她10年闺蜜，她从小到大的生活费都是唐鑫给的，教育资金是她资助的。唐鑫以为她是自己的好友，没想到是被刺自己的白眼狼。不过唐鑫很好奇，苏婉月设计天分平庸，不像自己从小就是学校的天才设计少女，她竟然敢参赛，莫非她得到高人指点？唐鑫带着好奇心跟着他们入场，一进门，苏婉月在众人瞩目下得意洋洋地站在舞台上领金奖，周围众人纷纷鼓掌，由衷羡慕。我听说这幅设计得到5位专家9分，我去，唐小姐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我听说唐小姐就是鼎鼎大名的星月大师。星月大师，本来心不在焉的唐鑫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就像被雷劈了一样，猛然抬头。当唐鑫看清苏婉月获奖的珠宝设计稿，竟然是自己藏在抽屉里多年前的作品。现场有人激动发问：苏小姐，你是不是我的偶像星月大师？你的画风跟他好像啊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唐鑫冷笑：抄的能不一样吗？本来苏婉月不想提起这件事的，在场都是珠宝设计师，而星月大师这个名号在唐鑫结婚后就彻底放下了。星月大师那是珠宝设计界的神话，多少人在唐鑫婚前花千万定制一副稿子，为了爱情唐鑫放弃了前途，现在想想自己真是傻。苏小姐你说话啊，你到底是不是星月大师？傅寒舟皱了皱眉，虽然他不懂珠宝设计，不过星月大师这个名号他耳闻过，莫非是婉月？他站在台下，眼底闪过一抹亮光，盯着苏婉月，眼底带着期待。婉月，难道你是？苏婉月脸上僵硬，不过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主持人手里接过话筒，对着镜头灿烂一笑，脸部红心不跳的撒谎：没错，我就是星月大师，本来我不想公布的，没想到我的粉丝还是认出了我。在场设计师们听到他们输给星月大师，全都心服口服，不少人还主动上前要签名。苏婉月装得很像，甚至有人发出定制邀请，是一位对星月大师忠诚粉丝的贵妇，穿的豪华非富即贵。苏小姐，我愿意花千万向您定制珠宝设计，你看行吗？对方很诚恳，不过苏婉月不乐意，她手里的稿子不多了，为了装牛叉获奖，唐鑫的稿子被她挥霍的没几幅，这些都是她仅剩的稿子，区千万她不放在眼里，她只想要获得荣誉风光，嫁给傅寒舟。傅太太的身价可比千万多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忙着跟男朋友谈恋爱，可能没时间。贵妇一脸遗憾，众人纷纷问：星月大师，你男朋友是？苏婉月下台站在傅寒舟身边，向镜头介绍：这是我男朋友傅寒舟。傅寒舟皱了皱眉，没想到苏婉月突然叫他，瞬间所有媒体镜头对在他脸上。傅寒舟不太高兴，记者中有人认出他。傅总，你女朋友不是唐鑫小姐吗？苏小姐，你不会是说谎吧？众人纷纷把镜头对在苏婉月脸上。苏婉月求助似的看向傅寒舟，唐鑫也看向他，眼底充满期待。唐鑫跟他是隐婚，没几个人知道傅寒舟结婚了。傅寒舟架不住他这柔柔弱弱的眼神，对着媒体镜头说：唐鑫是我妹妹，苏婉月才是我的女朋友。唐鑫脸色苍白的咬紧唇，脸上像是被狠狠扇了一耳光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是妹妹。他想哭，可他没有眼泪。5年夫妻，生儿育女，只是个妹妹。唐鑫以为自己死了心就不会痛，没想到就算变成灵魂，心还是刀割一样疼。傅寒舟和苏婉月得到众人的祝福，一同离开设计大会，在门口却意外跟傅廷潇四目相对。傅廷潇斜了一眼他身旁的苏婉月，冷若彻骨地盯着他。傅寒舟吓出一身冷汗。大哥，傅廷潇拄着黑金龙杖，气场强大，令人不由臣服。苏婉月也莫名吓得浑身僵硬，跟着傅寒舟叫了一声大哥。傅廷潇居高临下俯视着他，犹如在看一只蚂蚁，讥讽道：你以什么身份叫我大哥？情妇还是小三？苏婉月吓得摇摇欲坠，一旁的傅寒舟连忙扶住他，眼底不满地瞪了过去。大哥，你太过分了，婉月有抑郁症，你是不是想吓死她？傅廷潇目光重新落在傅寒舟的脸上，睥睨俯视着他，犹如尊贵的帝王。过分，你的妻子消失5天了，你不去找自己的老婆，反而陪小三出席设计大会，你岂不是更过分？一句话把傅寒舟对得哑口无言。唐鑫好手好脚的，说不定在哪潇洒快活。婉月有抑郁症，她需要我。唐鑫心中一片悲凉，多年不见的大哥这么关心我，而自己的丈夫在我死后5天搂着小三，当众宣布他们男女朋友关系。唐鑫要是真死了，你会后悔吗？傅寒舟愣住了，脸色一白。一旁的苏婉月适时站出来：大哥，这肯定是误会。唐鑫姐姐昨天还给我发照片，她去三亚海边游玩，你看这都是她的聊天记录。傅寒舟震惊：聊天记录呢？拿给我看看。傅寒舟连忙打开记录查看，时间在昨天下午。唐鑫的微信发了照片视频，可是为什么要单独发给苏婉月？不过很快唐鑫看到了答案，最后一条记录：只要我不离婚，你永远都是见不得人的小三。这句话发的真情实感，唐鑫以前就在心里想过，不过自己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发聊天记录？显然这是凶手用唐鑫的手机营造他还活着的假象，欺骗所有人唐鑫还活着。一旁的苏婉月添油加醋：寒舟哥哥，唐鑫姐姐一定是故意让我们着急，自己却在外面潇洒自在，亏得你整夜替她担忧。唐鑫姐也太不懂事了，她去三亚也不跟你打个招呼。傅寒舟脸上一黑，咬牙切齿：我这么担心她，她竟然在外面潇洒。寒舟哥哥，唐鑫姐姐向来这么任性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傅寒舟像只气疯了的野兽，苏婉月的手安抚着他。傅寒舟眼底的怒火熊熊燃烧：唐鑫，你敢耍我？等你回来我们就离婚。一个带着怒火的语音甩在唐鑫的微信上，可是一如既往毫无回应。傅寒舟冷笑：大哥，你都看到了吧？是唐鑫故意不回我，并非我不愿带他回家。唐鑫苦涩一笑：只要他愿意，以他的势力不出1分钟就能查到我并未出事。但他从未怀疑过苏婉月话里的真假，在他眼里错的人永远都是我。傅廷潇冷笑：你真这么认为？傅寒舟不明所以看向他。傅廷潇丢下
一句话，猪脑不配跟我对话。傅寒舟的脸更黑了，跟煤炭一样。唐鑫眨了眨眼睛，大哥说的有理。突然，傅廷霄猛地朝着唐鑫这个方向看来，眼底带着震惊和不可置信。唐鑫，他震惊，难不成傅廷霄可以看到我吗？唐鑫又惊又喜，大哥，我是唐鑫，你能看到我吗？这一次傅廷霄并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而是疲倦揉着眉心。他身后2个高大保镖，一个红发，一个白发。阿大，去查查唐鑫的定位。红发男人点头，冷峻地从唐鑫灵魂中间穿过去。唐鑫惊喜，不知道现在定位能不能找到我的尸体。5天了，如果尸体没来得及处理，手机还在，或许还能找到我吧。银发男搀扶着傅廷霄，冷峻的脸上闪过一抹担心。傅爷，您为了唐小姐3天3夜没睡觉了，接下来的海洋之心，您真的要拍卖吗？傅廷霄眼底闪过坚定，进场吧。海洋之心，那是我初出茅庐时唯一一件被拍卖出去的珠宝，也是由我亲手设计制作。而且大哥为什么为了我3天3夜没睡觉？我对他这么重要吗？唐鑫的灵魂鬼使神差的想要跟过去，傅寒舟的身体却走远了，他的灵魂再次被拽走，只能跟在傅寒舟身边，看着他在场内竞拍海洋之心。苏婉月说：“寒舟哥哥，你真的打算将海洋之心拍下来，送给我当生日礼物？”傅寒舟满脸温柔：“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有假？这是你唯一一件亲手设计的珠宝，很有纪念意义。”苏婉月已经完全适应星月大师的身份，把自己当成唐鑫，理所应当的享受着星月大师的一切，包括这块海洋之心。是傅总，还有他女朋友苏婉月，难道他们也要拍下海洋之心？我听说海洋之心是星月大师唯一亲手制作的珠宝，很有珍藏价值。傅总真宠女朋友？苏婉月笑得一脸娇羞。唐鑫笑了，女朋友？要是大家知道苏婉月是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那就精彩了。寒舟哥哥开始了。苏婉月拉了拉傅寒舟的袖子，500万，海洋之心我要了。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傅寒舟的脸上，在场的豪门太太纷纷对苏婉月投去羡慕嫉妒恨的目光。苏婉月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，此刻一道低沉悦耳的嗓音让她的笑容僵硬在脸上。3000万，在场所有人纷纷惊呼，扭头朝着贵宾室看去，只可惜对方没露脸。3000万，好大的手笔！傅寒舟脸上阴沉，他握紧拳头。4000万，众人的目光瞬间被傅寒舟吸引住了，赞叹声一句盖过一句。傅总对女朋友真好，我要是能嫁给傅总死也愿意了。傅寒舟见大家的目光回到自己身上，找回了场子，他专门请人估算过，海洋之心的价值不会超过5000万，4000万已经是天花板了。然而对方一句话啪啪打脸。2楼贵宾室再度传来一道低沉悦耳的嗓音，2个亿，一句话让全场狠狠倒抽一口凉气。唐鑫的灵魂距离对方不远，透过墙看到里面出价2亿的人，竟然是大哥傅廷霄。苏婉月期待地看向傅寒舟，傅寒舟脸色一沉，神情难看，拳头紧握，吐出一句话：我只带了4000万。苏婉月眼底的亮光熄火了，不过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。没关系的，寒舟哥哥，在婉月心里你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人。他这天真无辜的模样，引得傅寒舟心动，低头跟他舌吻，捏着他的腰低声说：今晚我们去阳台试试。苏婉月娇羞着脸，小拳拳捶他胸口。唐鑫站在他旁边只觉得恶心。此时傅廷霄下楼，傅寒舟阴沉着脸拦住他：大哥，家族是不会动用公司的钱替你买单的。傅廷霄上车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，区2个亿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傅寒舟虽然是总裁，可年薪有限，而傅廷霄却早就脱离傅氏集团，创造商业帝国。别说一个傅氏集团，就算是10个，他也不会放在眼里。大哥，你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跟我抢？傅廷霄眸底闪过戾气。傅寒舟，做我的对手你够格吗？既然你不知珍惜，属于我的我会一一夺回来。傅氏家产还有他。